朋友们，如果当下的你正处在迷茫、焦虑、痛苦的境遇里无法自拔，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耐心看完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很多人呢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迷茫甚至是绝望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已经拼命地去努力过，去争取过了，但是呢依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道德经里呢有一句话叫反者道之动，如果我们的努力迟迟没有得到收获，那么是不是我们方向走错了，自己活颠倒了呢？就拿读书学习来说吧，几乎每个人呢都有上学读书的这段经历。那么读书和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有的人会说，读书和学习是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也有的人说，读书和学习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，看见更大的世界。不论怎么样说，怎么样理解都很好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觉醒的角度、实相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意义。如果把生命体验比作一场人生游戏，在这个游戏场中，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角色里，是高官权贵也好，市井百姓也好，我们的寻寻觅觅呢，其实都是在探寻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的问题。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围绕着我这个字的探索和体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呢，最根本的是在弄清楚我们自己。当你弄明白了你自己，这场人生游戏你就会玩得很顺畅，很惬意，很自在，很轻松。而你弄不明白呢，你就会一直活在痛苦、无常、颠倒中，活在烦恼和束缚中。就这么简单。什么是弄明白自己呢？我们总说人生是一场梦境体验，这不是比喻，而是真相。你来到这场梦境，有你的人生使命，有你的天赋才华，有你最适合的道路。在这个最适合的道路上，它是轻松的、顺畅的、自在的，是能够最大化你的价值的，是能够让你绽放出无限的光和热的，是能够让你理解自己的无限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入梦之后，却完全迷失了自己，他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天赋才华，更不要说人生使命了。这个找不到所带来的后果呢，就是在自己人生的事业、创造、选择等方方面面不断的经历反复无常，不断的体验痛苦、煎熬、纠结。那么为什么找不到呢？为什么会迷失呢？这里的找不到和迷失呢，它指的是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信念遮蔽了本心。本心是什么？本心就是那个天然链接高维的你自己，是那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你。而信念是什么呢？信念就是你对于万事万物的分别和追逐，然后在分别追逐中陷入无穷无尽的恐惧和焦虑。我们就拿读书和学习这个事情来讲，本身读书和学习是工具，是我们理解自己的工具。我们通过读书，通过学习，可以拓展自己，找到自己，明白自己，然后发掘自己的天赋，看见自己喜爱的方向，然后在这个方向上付诸实践，完成创造，成为自己。这个方向就是本心的方向。其实这也应该是教育真正的目的所在，让每一个个体成为他自己，绽放无限的创造力。然而我们去看看现在的教育，在当下的时空节点，教育完全变成了一个流程，变成了一个程序。无论一个人天赋如何，使命如何，都把它们全部都套用在一个机器里，用一个标准来审查，来检测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，家庭和社会就灌输了一系列的信念，比如说要追求更高的成绩，进更好的班级，更好的学校，然后呢，学习更多的技能，以更高的分数考入更好的大学。
进入更好的大学来获得更高的学历，获得更好的工作，然后挣更多的钱。有了更多的钱呢，再延续这个循环，让自己的孩子有更高的平台，进更好的学校，有更好的成绩。这一系列的更好、更大、更多等等，就是信念。在这样的信念的遮蔽下，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的幸福，因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即使在长大后看起来获得了一些成就，但是呢，也很难获得快乐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在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下，无暇思考这些，继续硬着头皮向前。就上面我们讲的这些东西，都是我们的信念，大众的信念。我们之前讲到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其实凡所有念也是虚妄。上面这些信念没有一个念是真实的。其实它都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投射，在恐惧和焦虑中的相互投射。所以信念的背后就是无所不在的恐惧和焦虑。这些恐惧和焦虑摧毁了一批又一批的父母，也摧毁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。这2年呢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内卷，教育上的内卷更甚。但其实呢，内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观察角度下创造和体验自己的世界。你入梦的根本课题是找到你自己，成为你自己，活出自己的天命，而不是复制粘贴其他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的道路，这个道路也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所谓的卷，不过是我们各自在自己的信念里，在自己的恐惧和焦虑里转圈子。而当你在恐惧、在焦虑中，你也只能够投射和创造让我们更加恐怖、更加焦虑的影像。于是你就被束缚在影像里面，迷失了自己。那我们如何分辨信念和本心呢？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信念是你大脑纷纷杂杂的念，是你内心的陈障，它所带给你的是恐惧、焦虑、担忧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。而本心的声音呢，是平和、安宁、自在的。信念在过去，在现在，在未来，而本心呢，在当下。也就是说，它们二者是有截然不同的区分的。如果当下你是父母的角色，那么今天听完这个视频后，要明白在孩子的教育培养中，帮助孩子看见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天赋，发现自己的天赋使命是最重要的。而成绩分数无需特别在意，不是每一个孩子他的天赋使命都在成绩分数上，都在智力的开发上，都在试卷的考核上。而当你在自己的焦虑、恐惧、担忧之下，硬把孩子塞到这个模子里后，不仅是孩子痛苦，你也很痛苦，最后就是孩子根本找不到他自己，而你呢，也在不断的期待和失望中转圈子。说到这儿呢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，社会环境竞争那么激烈，怎么可能做到不在乎成绩呢？其实上面我已经回答了，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观察角度下体验自己的世界。当你和孩子活在安全和爱的角度里，那么你自然不会体验到所谓的激烈的竞争带给你的束缚，因为你根本不创造这样的影像出来。而相反呢，当你总在追逐更多更大的时候，你反而深陷在竞争的束缚里，恐惧的束缚里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说你能做到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绝大多数人困在影像里、情绪里，其实就是因为无明，有强大的我执和法执卡在这里。无论当下你如何去看待外在的境遇，它都是你自己的创造，无关环境，无关其他。外在一切的人事物都是随缘而来，响应你而来。所以要想改变人生影像，不是去和影像做搏斗，而是要从自己入手。
这也是很多人在去改变人生境遇时陷入的误区。他求的方向是错的，总是拼命地和影像做搏斗，拼命地想着要如何去扭转影像。影像之所以是影像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生灭变化。改变的方式呢有很多，比如有些人会深一步地了解一些，通过潜意识的改变、增强自身能量等等这些方法来入手。但是这些方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，就是对于自己的认识。我们这一趟旅程真正的意义呢，就是理解自己，拓展自己，找到自己内心喜爱的事情，然后成为自己，绽放无限的生命力，在梦境中尽情的创造和体验。这也是我们入梦的意义。你入梦就是来看见你自己的，而当你看见你自己的时候呢，每时每刻都可以跟随本心的指引，顺畅、自在、喜悦地活在生命体验里，无需再经历各种各样的烦恼、痛苦、无常，因为本身的生命体验就是丰盛和自在的，这是你本来的样子。所谓的烦恼痛苦都是你信念的创造。其实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，它们都是人生的一个体验，但是它也仅仅是一个体验。未来人生还有很长很长的道路，无论你的成绩和工作好还是不好，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我们的一切体验，最终都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，成为自己的。所以如果你正处在低谷，千万不要绝望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，一条无限丰盛具足的道路，它就是你的天赋使命。你也可以叫它天命或者天路。这条路没有统一的标准，也不需要复制粘贴他人。阳明先生讲，人心就是天渊，天路就是心路，因为相由心生，外在的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心才是根，才是因，才是真的你。只要这个投影源对了，相不过是副产物，随之自然会对，根本不用操心。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颠倒过来的，你痛苦了半天，也不过是在向上纠缠的无用功，庸人自扰。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当我们不再向外攀援，而是向内探求，就会离真相越来越近。当你内心发生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世界就改变了，命运自然也改变了。内圣才能外王，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在当下静静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以轻松、愉悦、喜悦的状态活在当下，创造自己的人生。而你的人生，因为你在当下，在喜悦，在轻松，在爱的感觉和状态里，于是也必然投射和创造对应的人生，而这也是这场人生游戏规则的最终表达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